好，我们来继续讨论国际的相关议题，有关于中国跟美国的大国角力哦。现在最新受到关注的就是川普到底什么时候要去大陆进行访问？现在传出插临门两脚，这两脚呢是包括了波音飞机还有大豆哈。按照这个南华早报的透露，川习会最终能否成型的关键，取决于北京是否同意大宗采购美国的这个农商品以及波音飞机，目前传出是500架。而根据了解呢，除了北京之外，川普也很可能会搭乘高铁，然后顺道拜访上海。那要营造这个川习会一个和善、一个比较和谐的气氛，目前呢，现在也提出，可以看得出来，美国有释放出一些善意吗？包括了富国银行的华裔高层，他突然遭到中国限制出境2个月。这个人叫毛成月，不过他悄悄的获准返回美国。按照媒体的报道，在7月18号的时候，这个外国媒体有一些报道，一名拥有美国籍的华裔银行家叫毛成月，他在前往中国出差的途中，却因为不明的原因遭到北京当局禁止离境。那彭博最新的消息是说，毛成月他的出境的禁令已经获得了解除，但目前尚未确定他是否已经返回了这个美国。可以看到，川普跟这个习近平之间的这个气氛是越来越和谐。不过呢，这个黄仁勋就没有这么开心了，因为现在传出辉达他在中美要夹缝中求生存哦。以目前最新媒体的报道，辉达的晶片遭到这个大陆方面的封杀。外国媒体是说，黄仁勋陷入了中美角力战，然后游说费用增加了3倍。中国的相关单位已经指示多家的中企禁止采购辉达的这个 AI 的晶片。对于这样的一个决定，黄仁勋是表达相当的失望。他也表示要用更大的耐心来去面对相关的一些这个问题哦。然后面对监管挑战与市场上的压力，现在辉达大幅提升在华府游说的支出，上半年的游说花费就高达了190万美元，并且新辟3家外部公关公司，还有21名的说客。那除了辉达要面对中国的一个禁令之外，现在也传出一个消息，就是华为在美国的子公司叫这个 FutureView，它与辉达共用地址10年，隐身在新建总部的斜对面。现在美国方面也要进行相关的一些调查哦，因为辉达在矽谷园区有3栋大楼，而就在2座新建总部的斜对面，常年是由华为它的子公司所承租，并且将其中2栋转租给辉达。现在美国国会就要稍微去调查两者之间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一些关联性哦。那现在中国呢对美晶片采取了3连击，包括了像是反倾销的调查，对于传统晶片的中国国产来代替，另外就是反歧视的调查，还有就是反垄断的调查，其中辉达一再被强调。那美国为了现在要搞这个所谓的科技隔离，现在呢反而造成了大陆科技的大突破。目前传出现在中美的下一个战场已经确定了，就是高科技产业。那美国突然对中国下了禁令，不许中国抢先一步，其中包括了 NASA， 只要是持美国签证的中国公民，严禁他们参与 NASA 的任何项目，这样就被认为是要搞所谓的科技隔离。不过呢 ，NASA 的发言人说这是一个安全措施采取的一个必要手段。那因为美国采取的一些隔离措施，中国科技倒是自行发展，有更多的一些成果。其中第一个，这个氢负离子的原型电池已经出现了，大陆的科学家把这个开发也登上了自然的这些期刊哦。这个所谓的氢负离子电解质成功建构了第一个这个氢负离子的原型电池。那它出现的一些特色包括它密度最高，容易极化，而且反应性很强，是具有巨大潜力的这个能量载体。我们请亮哥。这个我觉得《中国时报》这个理解是错的了，怎么可能是这样？事实上，贝森特在马德里他就表示说目前中国向美国提出一个很大胆的提议，他们要回去好好想一想。所以怎么可能是这个呢？我觉得中国大陆很可能跟美国讲说，不然我们全部都回到
2018年之前，是，就是我2019年对你承诺要买农产品，我买啊，可是你科技制裁全部取消，那黄仁勋不就得救了？我跟你讲，美国不可能同意的啦，所以就会卡住嘛。那美国如果科技制裁不能取消，尤其是半导体啦，中国为什么要买你的大豆啊？是，对不对？大豆跟巴西买就好了，又不只有你有，哦，而且大豆受到伤害最重的都是共和党，那不是刚好还遂了中国的目的，让你明年国会就跛脚啊？所以这个问题恐怕是川普自己的问题吧？你要不要救你的国会议员呢？那反而波音他不一定要救了，因为波音那一州是民主党的。我只是在讲啊，我觉得中国大陆现在已经是一码换一码了，绝对没有要谁让步的，是没有这种事了啦。我让你也要让，就是这样。所以黄仁勋就是卡在这里。黄仁勋的处境是非常困难的，因为美国国会真的有鹰派啊，那他们甚至认为连 H20都不该卖啊，所以他现在就卡住了嘛。那花公关费也没有用，那个给料的，190万算什么啊？对，回答190万美元算什么钱？对不对？5000多万呢？这根本就不是你回答的公关能力的问题嘛，而是中美要怎么相处的问题嘛。这个谁能帮你解啊？就是美国认为科技战什么东西叫国安问题嘛？这个不是你能够有答案的、啊。是哦，所以比如说这次马德里会谈之前，美国又列了23家公司，对不对？把它列为实体清单。那中国也火大啦，就对美国那个类比晶片啊纳入反倾销调查，就大家都来啊。那黄仁勋被纳入反垄断调查，所以我是觉得没有那么容易啦。没有那么容易了啊。那至于那个枝枝节节的问题啊，说什么华为跟辉达曾经共用地址，对，我觉得这个一定是巧合啦。我跟你保证，黄仁勋不可能犯这么低级的错误啦，不可能啦。那吓都吓死了，怎么可能呢？所以我是觉得巧合啦。那目前就真的就是这样了，就是中国大陆坦白说啊，现在如果对美国的所谓科技制裁，他真有感，他自己在3到5年内可能做不出来的，真的就只有极紫外光光刻机啦，就 EUV 啦。除了 EUV 之外，我不认为中国大陆会觉得有什么东西是他3年内做不出来的啦，包括你的 GPU 啊，还有演算晶片啊，我就慢慢做嘛。反正我又不急，所以你觉得是川普想见习近平，还是习近平想见川普？其实这个很清楚嘛，就川普需要得分，对，因为他要选举，共和党要选举了。那川普目前在关税战全球的得分，已经因为经济的指标一个一个公开，大家都觉得关税战对美国人好到哪里啊？可是他如果在中国能够得分，他可能会造成他的民调上涨那共和党可能会加分了，大概这样吧。申孟老师，这样子，这个从18年呢，中美开始贸易战开始，中国大陆的回应是急着谈判，所以你看那时候他的副总理啊，天天跑美国，急着谈判。然后到了24年以后啊，他就发现是边打边忍，他还忍着。可是呢，4.1要解放之后到现在为止，他的回应就是你来我往，你出一招我回一招。为什么？他底气足了。刚刚啊，这个亮哥讲的，我们再来把它延伸一下。他现在 DUV 很简单了，深圳的工厂已经生产了，上海的生产工厂，那深圳的这一家是深圳的前资委投资加上华为啊，然后上海的这一家呢是深圳的国资委50%，上海的国资委50%，所有的人员全部来自于华为啊。
所以 DUV 的问题它解决，而且 DUV 它已经显然是有能力可以充分的达到5奈米、7奈米了，剩下的部分时间对它的压力不大了。那我们再来看看呢，另外一个问题，这个消息南华早报也好，台湾的报纸引用也好，我认为刚好颠倒消息，说哎呦，川普啊能不能去访问美国大陆，就看中国大陆要不要在大豆的问题跟这个波音的购买要松手。这好像一副是中国大陆急着希望川普来耶，我这样刚好不对吧？是川普急着要去啊，是急着去的人要开条件呢，不是在那边等着你来的人在开条件。照当然是老共开条件说你要来可以啊，1、2、3你才来啊，是不是这样子？所以这个消息，只要我们稍微有一点对国际的情形有了解的人，大概都不会同意这样子的一个看法，甚至会不会通话，我认为都还有问号。因为中国大陆在处理大国外交，尤其是严守外交的问题上，没有得到一定的这一个答案之前，或者一个具体的方案之前，可以不要多，最起码通话的时候有几个，大家有，他才会通的，他才会见的。显然现在并不是这个样子。为什么？因为马德里谈判之前，这美国制裁了23家，然后呢，这个谁，这个中国大陆也制裁了。那现在就要讲黄仁勋，黄仁勋不是黄仁勋的问题嘛？谈到黄仁勋来讲，他希望市场是按照资本主义市场来进行嘛。你要多少，我卖你多少，你需要什么，我给你什么，做得很好。黄仁勋之所以不能为所欲为的，或者依照他信念的去销售这些的晶片，就是美国政府挡住的所以他才花钱要去游说美国政府嘛。照道理讲，美国政府要做他的后盾现在美国政府是拉他的后腿啊。是，那拉后腿，你华裔不华裔，站在老共的立场上就很简单，我现在要怎么来处理？因为你是依照美国政府的要求来行事嘛。所以我们来看看他所提供的这一些晶片来讲，比如说他的这个 RTX 6000，RTX 6000为什么现在中国大陆说不要用了？为什么不要用？因为比他先前的5090它的这个配置更低，然后价钱更高，那干嘛要买呢？所以再来看看，他就用一个东西把它给弄住了。这当年他在采购赛洛斯的时候，收买的时候，中国大陆曾经开了几个条件来决定，结果这5个条件显然也在美国的政府压力下没有办法进行。所以在这个时候，黄仁勋怎么办呢？他没有办法按照市场来做，当然他只好去游说美国政府了。会不会成？我看问号加问号，因为这不是游说的问题，这是两国博弈的问题。是我们请建中老师。好，我先讲一下底气的问题。刚才讲到第一轮的川普1.0版的谈判13轮，这一次呢也谈了4次了哈，从这个日内瓦到伦敦这样子，不断的先到这个马德里，好，第4次。那我现在看的是底气，刚刚都讲底气，底气怎么来？要有筹码。第一次呢，美国并没有中国没有拿出足够的筹码，也一样以牙还牙 ，like for like 13轮哦。尤其在2019 1月到5月连续7轮谈判，各位去回忆就知道，一样你给我多少，我打你多少。他发现贸易量也打不过美国，他也没有真正的筹码打。这次不一样，我最后当然今天就不强调稀土部分，17种稀土里面有一些非常高阶军用、非常高端稀土，就可以跟美国你吓住我。他刚刚定进的3个3年级的第2个来做对打。叫做反歧视调查，也就是你不给我高阶，你歧视我，你把先进制程控制，我跟你讲，我就不爽。所以现在他的以牙还牙更狠了，他用以其人之道还其人之身，这是美国之前对他所做的很多东西，他现在反告你。好，我现在要讲就是说大家各有所需嘛。那讲不好听，黄仁勋这次也是比较惨哈。我刚刚其实在另外一个节目有讲，暂时 NVIDIA 会获利受伤，很清楚。H20算力在 H100，美国绝对不给你 H100，给你算力降到28%了哦，去年底，今年给去了，用了1-2个月，中国不要了，因为他们自己可以生产。现在呢，一样的，刚讲 RTX Pro 6000这等等的，美国这个中国呢，使我想到2013年红色供应链概念，当时它有非常多，不管中国或者西方科技过去的，所有中国做不到的，上中下游被控制了，他们开始自己做生产，所以当自主生产之后的红色供应，他们有了。现在这个阶段是在晶片部分的成熟制程到5奈米、7奈米之间之类的东西，他们有了。
他这里可以给你反击，因此这些东西他可以不要，那黄仁勋你就会受伤。那我的意思是说，中国我要的你不给，好，那你要给我的，我可以不要，因为我自己也有办法。如果你对我好一点，我可以要让你获利，这就是答案。我让大家知道一下。好，那这一次呢，我觉得最有趣的就是3年级啊，各位想想看，第一个反倾销跟第3个类似，叫反垄断。反倾销就是传统的晶片，中国已经国产替代了，就是红色供应链的概念啊。坦白说，你今天黄仁勋来的，我基本不需要。那第3个叫防垄断，它也可以打你说，我们很多 AI， 当然像台湾的台燿、台光电，现在大陆的这个所谓的60%的市场，大概都是我们这个台燿、台光一样的，辉达在那边控制它太多的这个科技的商品。这时候他觉得我们也起来了，那你垄断，我们可以让你一样告你，让你回去。所以因为黄仁勋当然不管你这个黄皮肤或哪里人，但重点是你的产业是美国的。重点是第2个，我叫反歧视调查，因为中国其实要高阶晶片，那一样的，你将来的高阶晶片，你给我不要限制我，我就给你高阶军图，尤其是航太等等的。那么太多了，这个稀土东西当17种稀土，我现在也讲不完。我当然最后讲一个我的认知啊，在整个科技部分，在亮度、宽度、维度、dimension、深度，中国都已经赢了，只有一个叫速度。可是未来的 AIC 就是速度，高效运算是最厉害的。高效就2个东西嘛，高频高速。中国就是刻入像台积电的制程上面的，像刚这个荷兰的艾斯摩尔所做的这光照光刻机，到美国的这一些等等的设计端，这个东西当然是中国想要的，要跟他们谈判的。因此，我觉得这个反歧视调查，它必须用各种力量让美国能够放手，让我的稀土人跟你交换。我觉得那个终极之战就是这个最高阶的科技战。好，我们继续来讨论这个中美的大国角力哦。因为今天是9月18号，在中国在这一天有2件大事。第一个就是大陆这边高调的纪念918，另外一个就是香山论坛的开幕哈。那香山论坛开幕会引起注意的是，因为美国只有派驻华的5官出席，所以说的等级不是非常的高。中国军方呢，他所主办的第12届北京香山论坛呢，在昨天开始举行。那美国目前呢，仅确认是由美国驻华大使馆的5官来出席，不会是像去年是由国防部的副助理部长来率团来参加哈。那出现这个罕见的情况，还包括了这个2国的防长的通电哈，包括了这个中美2国防长在9号晚间进行了视讯通话。美国的这个防长赫格塞斯他明确的表示，美国无意跟中国发生冲突，也无意寻求中国政权的变更或是扼杀中国。按照美国前防长的官员，他都有提到，这样标志的美国政策出现了重大的一个转变，表示明白的这个白宫正在寻求跟中国和平共处的方式。而大陆方面也提出了一些相关的说法，就是董军是说，中国军队越强大，世界和平越有保障。按照董军的说法是说，必须警惕并反对那些以新形式伪装霸权的逻辑跟霸凌的相关的一些行径。这样的一个说法是不是暗指美国？董军有提出这样的一个说法。而另一方面呢，美国跟中国之间的一些角力，美国自己本身是不是川普把五眼联盟也都一一来得罪？我们先来看到英国的部分，因为现在这个川普正在英国进行访问哦，在英国方面这个相关的规格是做得非常非常的够，包括了出动了1300名的这个仪仗兵，还有120匹马，用国王级的这个排场来热烈迎接川普哦。包括了这个英国皇家空军红箭特技队都在温莎堡上面进行相关的一些表演，这是在场外。而在场内的部分，英国它也摆了超长的宴会桌，包括了黄仁勋还有库克都有现身哦。这个超长的这个宴会桌呢，是有160个嘉宾盛装出席，在47.3公尺长的宴会桌上面用餐来交流，相当于是2.7架的这个海军陆战队1号的长度，光是餐具就摆了几千件哦。不过呢，这个迎接的规格是做足了，似乎呢，川普这边在礼仪上面，国际礼仪上面也出现了一些状况，包括了在这个川普他在检视仪队的时候，川普走在查尔斯三世的前方。而2019年
川普第一次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在期间他也做了同样的事情，其实这样是不太礼貌的。而另一方面呢，在寒暄的过程当中呢，川普并没有鞠躬。而第一夫人在跟这个英王查理3世和王后卡米拉握手的时候，也没有行这个所谓的屈膝礼。可以看到呢，在美国方面是不是对于这个英国皇室的这些礼仪没有做到非常的好？而另一方面，川普在访问这个英国的时候，收到了地狱级的这个见面礼哦。他与这个性犯罪合照被投射在这个温莎古堡，那反川普的广告车呢，车商也是呛声了，满街的跑，出现了一个相当的这个尴尬的一个场面。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澳洲的部分哈，澳洲的部分是有记者问到是说，川普第二任的时候财富增加了多少？那川普是非常的生气哦，那这样子的对于记者有些大声的一些咆哮，那澳洲的政界也发声来力挺。我们来听听川普跟这个记者之间的互动。That is appropriate, President Trump, that a president in office should be engaged in so much business activity. Well, I'm really not. My kids are running the business. I'm here. You know what the activity, where are you from? I'm from the Australian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Four Corners program. Well, the Australians, you're hurting Australia right. In my opinion, you are hurting Australia very much right now. They want to get along with me. You know, your leader is coming over to see me very soon. I'm going to tell him about you. You set a very bad tone. Well, go ahead, okay, John. Trump, Okay, maybe you can set a nicer tone. When the UAE does a deal, what does it want in return? Quiet. 我们可以看到，川普是非常的生气，说他对于相关的询问他不清楚，还说这个记者伤害了这个澳洲。那除了像是英国、澳洲，还有现在就要来谈到了加拿大哈，因为现在加拿大对于购买 F-35态度还不是很明确，那美国就威胁加拿大政府，如果终止军购 F-35，会面临非常严重的一个后果哈。美加在2030年他就敲定了要购买88架的 F-35，不过随着川普上任之后呢，这个对于加拿大祭出了贸易上的一些威胁。宣称要把其纳为美国第51州这样的一个说法就引起了加拿大强烈的不满，因此呢，总理就下令要重新审视这个 F-35的采购。那按照加拿大媒体的一些揭露，川普政府对于这样的决定或改变有警告自由党的政府呢，如果停止这项军购的话，加拿大很可能会面临非常非常严重的后果。我们先请亮哥。加拿大就是考虑买瑞典的飞机啊。那美国去惩罚瑞典吧。这个我们讲那个美国防长海格塞斯啊，他跟董军通了电话，然后随后在美国国防部的网站官网写了一句话，这个是空前未有。他说美国无意与中国发生冲突，美国无意改变中国的体制，美国无意绞杀中国的未来。这个其实国防部不是外交部因为你如果是国防部讲这种话，就是示弱啊，你怎么可以这样呢？当年拜登怕就是现在就这样讲，他怕了。不，如果是政治人物拜登是可以理解，国防部长都要示强嘛，是，所以也难怪人家会做出这样的推论嘛。那接下来你也看到美国国防部那个新的国防战略，就说他要聚焦到西半球，对不对？那东半球传统的美国的国际聚焦都在都在东半球啊，西太平洋、欧洲就是俄乌嘛，中东，那意思是2026年之后就拜拜，我要回来搞格陵兰啊、巴拿马，然后搞这个委内瑞拉反毒啊，还有驱逐非法移民啊，然后又要善用我的国民兵来维持都市的治安啊之类的。可是当然会有很多人问啊，那你一大堆先进的武器要干嘛？我觉得他们还没有想清楚啦。可是西太平洋介入风险会越来越高啦。因为我最近就看到美国在93之后，9月6号、9月12号这个澳大利亚跟加拿大还有美国、英国的战舰连续来4艘我说哎呦，
现在当然还可以来啦。那如果未来可能会产生一种情况啊，就是你只要经过台湾海峡，那我就会让你面对更尴尬的处境。那你以后来的次数是不是会减少？我觉得这个就是大国博弈未来可能会慢慢出现的状况。好，我们休息一下，广告回来我们再继续聊。欢迎回到节目的现场，我们请盛峰老师。这样子，在国际里面处处都可以看到大国博弈的步骤。台湾呐，也要好好的学一学，如何因应这种国际场面的作为，才不会失态。我举个例子，香山论坛之前，中美两国的皇长先过个招，那么基本上就告诉世人说，我们两边在某个程度，我们达到沟通透明 ，OK， 那么不再对立。但是到香山论坛的时候，这个主场是谁？是中国大陆，主题是中国大陆啊。而今天中美今天博弈的最厉害的也是在这个地方。那你说叫美国出现在以中国为主场的军事论坛，是要摆强或是摆弱，或是摆出强弱看不出来呢？害了任何一个高级官员都是摆强摆弱，要被计算。是摆强是摆不出来，摆弱是难看，所以用五官出席。告诉你，我有出席了，那这个绝对不是要讨论事情的焦点人物。这种运作的这种巧妙性啊，都是我们在台湾这种失去的国际舞台运作久的，有时候很难去看得出来，然后就开始乱猜了。但你从这个角度看，就晓得美国来讲，这是你的主场，我不想跟你参与在这个当中。第二个呢，就中国大陆从93之后啊，大概很强烈的向全世界发了3张通知啊。第一张通知就是给美国，对吧？你不用来了，太远了，我也不会去，你来反霸权的通知。那第二张啊，基本上啊是发给了台湾了，也发给了台湾，就是说统一啊，我是有底气的，大家别闹了，对吧？这个呢已经加速了这种催化剂了，这个都我们不要再闹了，这个勇哥不要再闹了啊。这个啊，我在这叫陈水扁他们家那一只狗叫勇哥，抱歉，我说错了，不好意思。那第三个呢，他用实力向世界展现一件事情，我有维持和平的条件，因为我的实力是够的。好，我们休息一下，广告回来我们再继续讨论。好，欢迎回到节目的现场，我们请建中老师。OK， 我觉得这个我刚刚讲，把刚刚的底气再延续一下，因为你要有底气，要有筹码。我们讲说跟这个大国博弈、中美之战，就金片稀土那是一回事。那中国呢，可以看到，当这93阅兵的时候，它所有的武器进出啊，那每一样都这个让世界这个点亮了眼睛。尤其像这个科技相关的无人机、无人狗等等，那这个很清楚就想到了刚才这个。陈良讲的这个有道理，就你看这个曾经是福斯这个新闻主持人的人啊，当然这个川普查过来，他其实是很鹰派的、他虽然没有做过很高级军官，他做过少校而已，可是你知道他每次讲的话其实也是很鹰派的。可是人家现在讲的3个无意有没有？刚刚讲到的无意这个跟中国发生冲突，无意怎么改变政权，无意扼杀中国，这个就是表示他怕了。这个再想想看，7月13号他还拿着一个 memo 啊，在五角大厦前面说，我先要晒一个 memo。我要做所谓的无人机计划和策略，这个说不好听，它就是因为被中国的无人机的量体啊，这个大疆无人机等等做到了一定的级，他怕到了，可是他们已经做不出来了。就像他们当时在十几年前就说，我要把高铁要跟中国一样，第一个从拉斯维加斯要从洛杉矶拉过去，就以后不要坐发财车了。旧金山、洛杉矶也要坐高铁，请问在哪里？他们会晒计划，没有用啊。所以这个是一个问题，也就是他追不上，所以他怕了，他再也不敢。欢迎继续收看《新闻大白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樊启明。介绍这节的来宾：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大家平安；前立委李胜峰，启明好，大家好；淡大财经教授聂建中。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
3位来宾好，我们这一节要讨论的还是有关于赖清德，因为赖清德最近被传出他输给了一颗球，主要就是莱尔校长的这个球，在国民党这边用捐赠的方式，短短的这个3分钟500颗球就全部的这个销售一空。那现在呢，网友也做了一些莱尔校长的恶创影片，我们来看看影片的最新内容。莱尔校长，我们来接你了哟！来喽来喽，帅，好帅！莱尔校长你好帅，你超帅啊，你超帅！外交内政真的菜，哇塞哇塞！莱尔校长只会赖，拜拜，上车喽！好，非常洗脑的音乐，我们可以看到恶创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影片，大家都在抢这个莱尔校长的这个舒压球。那没有抢到舒压球，却拿到了这个莱尔校长的吊饰这就是徐巧芯。徐巧芯说，他觉得感觉非常的潮，他打算呢会挂在裤头来出门。按照徐巧芯的说法是说，他也去抢啊，可是一直拿不到，所以现在是拿到了这个吊饰，他会挂在自己的这个裤头，在路上会把它展示出来。而另一方面呢，大家就会觉得很奇怪，赖清德的支持度怎么一直比不过这个莱尔球的这个支持度？所以网友又做了恶创影片赖清德一看到这个球，他就非常非常的生气。我们来看影片的最新内容。是不是最亲民的总统？你回答我，拍手还要我说哦？等等，人都去哪里了？500颗3分钟就抢完了吗？看来2026年大选有戏，可恶！为什么都喜欢他，不喜欢我？影片里面出现了一个世纪之谜这个世纪之谜是什么？为什么大家都喜欢莱尔校长的舒压球，却不喜欢莱尔校长呢？因为舒压球很可爱啊，那莱尔校长我不知道他可不可爱。那另一方面，现在还在讨论的就是淡江大桥的红布条事件，目前还在持续的延烧。现在呢，媒体有一个内幕，就是这个淡江大桥这个谜样布条的这个挂起的这个人呢，他是真正想要感谢赖清德。按照媒体的报道是说，这个布条呢是由施工厂商公信工程主导来挂制，而公信工程的创办人呢，他的确呢是色彩比较偏蓝银，可是他是真心的想要感谢赖清德总统，所以他甚至呢是帮孙子请假，跟学校请假，只是希望能够到现场跟赖清德来进行合影。没想到就被绿媒啊，包括青鸟集体攻击，骂他是故意要害赖总统。那现在淡江大桥还出现了一个新的争议就是交通部他悄悄的注册了这个淡江大桥的商标。那新北市政府呢，准备依法要提出相关的不同的意见，因为呢，按照这个国民党议员的说法，交通部呢把淡江大桥4个字拿去申报了这个商标，以后包括像是印刷品啊、明信片啊、什么月饼啊、影片制造啊都不能够使用。那按照公路局的说法呢，申请商标之前的确没有跟新北市来讨论。那申请商标其实很单纯，只是为了让品牌形象能够回馈这个公共服务。那这边就凸显出一个问题：民进党或是绿营习惯不负责任吗？这个有一个问号。那主要提到的是海鲲号再跳票，主要是海鲲号再跳票的一些相关的报道，是因为本来呢9月要进行海测，可是现在已经确定要跳票，这个海测可能没办法完成。台船认为是不可能完成，所以一切呢必须要以安全作为相关的一些前提那台船的总经理就有特别提到，国人对于海鲲号是充满了期待，不过呢，合约交期日是今年的11月。目前呢，他也坦诚了不可能在9月完成相关的一些测试那目前因为等不到海鲲号的交件呢，那曾经喊着要跟着这个潜航的2位灵魂人物，目前都已经不在位置上。台船爆发出这些人会优先相关的一些参与，包括了这个海军司令唐华，那是不是请他们来优先参与潜航？那台船的新任董事长他表示呢，会以测试人员作为优先是因为呢海鲲号的空间很狭小，受到空间的限制，每次出海呢都要以执行任务的人上去才可以所以要优先的以这些海鲲号的专业测试人员为主。而另一方面呢，这个赖清德在团结4讲的时候特别炮轰
在野党冻结预算会影响国际社会对于台湾的看法。可事实上呢，这个相关的预算只冻结了10亿，也就是潜舰、后续舰的相关的预算。结果呢，台船是认证了，因为到目前为止，海鲲号9月的海测是无法完成，确实证明是有相关的问题。而当初冻结就是对的，这样的一个决定是对的。那如果11月无法交舰，那包括了这个赖清德，他会要谁负责？其实还包括前面的蔡英文他们到底要谁能够有相关的一个负责？那最近还有要一个负相关责任的，就是谢宜容他涉贪，他被判刑因为谢宜容因在他的任内涉嫌图利，然后特定厂商还有侵占基金会所购买的一些相关的礼盒，以及公款公用等相关的一些行为，目前被判有期徒刑4年6个月，褫夺公权3年大家可以看到4年6个月，褫夺公权3年。不过对照龚卫文、王玉文，他只有贪污所得是466元，可是他是判刑2年。那另外谢宜容案还牵涉到的图利，像是许明春、陈菊，那谁又该负责？大家要提出这样的疑问。我们请亮哥。这个淡江大桥啊，从1999年开始规划了，然后通过环评，然后一直到2015年啊，他还开国际设计标，所以是那个北京央视那个库差啊，那个伊拉克那个团队非常有名的叫扎哈哈蒂，一个女士来做设计的啊。其实这个本来是可以是赖清德重要的政绩啦。为什么跟他有关？因为赖清德就是2016到2018那一段，他当行政院长嘛，那段刚好最关键的第一标做完，开始进入第二标啊。那第二标就是主要的通车段。那因为他有追加预算，那后来追加总预算可能有220几亿啦，所以我讲白了，公信营造是真的很感谢赖清德，这个不是假话啦，这真的不是假话，没有管他是不是蓝的色彩的，我是觉得赖清德是可惜了。我跟你讲啊，通车是明年5月9号了，为什么距离520只有11天？你就知道交通部陈世凯，那超级聪明的这个小朋友，他就是要让你当政绩用的嘛。对。结果你民进党现在把它搞成这样，啊，事实上赖清德很可以说啊，说以后淡江大桥它是全球第一个单塔的这种叫做什么斜桥啦，斜张桥，斜拉桥，斜张桥，这个就是台湾的新的地标，他可以这样讲啊，这样不是增加高度？而且以后一定会有很多人来这个地方拍淡水的戏啊，对不对？那以后可能会有很多烟火都在这边弄啊，所以这个是好事啊。结果就因为潘俊荣写了那个布条，然后民进党现在一片都说这个是阴谋，对，政治阴谋，然后赖因陷害，通通都在批评国民党啊。其实潘俊荣坦白说啊，我们以前当然都见过他啦。营造工会的理事长嘛，那以前当过国民党的中常委，可是已经很久了啦，他现在要交给他的女儿了啊。那我是觉得他真的就是本着，因为这个桥在最艰困的那个阶段，真的就是赖清德帮了忙，我就真的就这样而已啊。那结果那个布条完全失焦了。不就是刚好李赖清德给人家感觉你喜欢这种东西啦，因为你看赖清德最近，我觉得他民调跌了，信心真的变少，所以他最近演讲很喜欢说，这样我有没有在做事？这样我有没有在做事啊？你看到这个钱是政府出的哦，我有没有在做事？我觉得他现在有点信心不足啦，所以，可是他是很喜欢有一些人的回应，你知道？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可惜的一件事啦。淡江大桥应该要让更多人知道它，然后它目前真的就是台湾一个很摆得出去的国门啊，真的就是这样。好，我们请盛峰老师。这个舒压球啊，一出来的时候，我女儿啊，已经当妈妈的女儿啊，马上跟我讲，这好棒哦，我一定要去抢。也就是说，
真的是很强势。各位你想想看，拿了以后真的满足你各位看我的表情跟看我的动作，你就知道为什么他会那么样子的受喜欢。赖清德，你是应该自我检讨，一个总统做到大家想把你越拉越爽，那你真的是一个大败笔啊！我想这个提完之后，最重要的要来看看海鲲号。海鲲号也是这一次大罢免一个重要的理由。是，而且呢，全部呢是民粹绑架，说你看不支持潜舰就不爱台湾，就是不要国防，就好像马上开议要来审查的预算里面呢，我们有大笔的经过国防预算呢，你看吧，谁敢认真审的人就是不爱台湾，就是不管台湾的安全，这是民粹绑架。那么当时这一个海鲲号在审查预算的时候是要冻结后续的费用，所谓的冻结就是说，因为你第一下说要交建，一言再言，连试都没有试过，那个时候试都还没有试过所以当时立法院就决议说，那这样子，这个后续的费用呢，先冻结。各位不是删除那等到这一个呢，还是 OK 了，交建了，那这表示说这一艘船可以用了，后续的船就可以按照这一个所通过的来做修整，来干什么？那个钱来启用，这个非常的合情合理就作为企业经营者来看。假如不这样做那才是对不起自己的经营呢。结果呢，就被收得百般的不堪。其中最被攻击的不堪的人，应该就是南投的马文君。对，这个还被他当做一个罢免的借口，而且还有人在网络里面不断的这个怎么样子用这个理由来羞辱他，还是文化人呢？现在听说真被告了。所以我们来看看，今天呢。我们对这个海鲲号到现在为止是一言再言，现在已经延到什么9月份？各位不是9月份要交船它是9月份大概要做测试，第一站说能不能沉下去，要潜水艇，你总要沉下去给我看看嘛。然后潜就记得要浮起来不要潜下去就忘了浮起来，那就蛮麻烦。那为什么一直到现在不敢？当时要来靠岸的时候，要在海面前行船的时候。就已经很大的压力了。那我们看看，今天我们必须要面对一个问题：第一个，我们还需要这么多的潜水艇吗？尤其面对了今天中国大陆展现出来的经历的时候，你还需要潜水艇吗？面对它最新的水下的这一些武器，那我们潜水艇还有用吗？还柴油的人。对，还有用吗？你总必须要讨论。最重要的是那个潜水器，那个20公尺长最大的那一个，它没有公布里面的详情。很多人在猜它的动力是不是核电的。那假如是核电的更麻烦了，它就停在你的前面，停1年都不动到了时间到一启动，有没有？那天下就大乱。所以第一个，我们还要不要这么多的潜舰？我们还要不要这种传统的潜舰？传统的潜舰是不是台湾安全所必须？要不要再花那么多的钱？难道这个不应该讨论吗？难道这个不应该考虑吗？难道我们可以继续这样子的硬凹下去吗？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在这一笔潜舰国造这种很民粹处的事求，很自信式的事求，需要再做下去吗？更何况现在我们没有能力制造，我们用了8国联军来共同的设计去处理，然后呢，我们呢零组件切这个切那个，听说有一次要试航的时候，还是借人家的潜望镜要来试结果借完了还是不敢潜，因为很怕真的叫潜水艇潜下去就浮不起来。我们请建中老师。好，本人身为淡水人，一半淡水人在淡江住了这么久那么接近30年。其实这个淡江大桥从很早30年前我刚去就有影子了。跟各位说明一下，1980年末就有人提出，就在蒋经国的还没有网路之前就有人提了。那这为什么要提呢？其实大家都知道当然我稍微叙述一下，大家稍微了解一定了，不了解就不了解。这个湖口出去往大海这边有一座有名的桥叫关渡大桥，可关渡大桥的右边到淡水8公里。
左边呢走到了巴黎，再走到了60号公路那边又超8公里。如果你要去飞机场，往南8公里，而且非常堵车。是，再一个关渡大桥，你不管往南到这个泸州或怎样，堵得不得了。往北稍好一点，但你那个照相特别多。你到了这个64号公路，又可能花你那开车慢，你快20-30分钟。我跟你讲，我当时就梦想，如果淡江大桥盖好。从淡水直接拉一个，就到台北城那一带，就直接到60号公路。我跟你讲，直接到飞机场，因为台湾已经是国际城，是非常之快啊！我跟各位报告，我以前因为1年也要出国10几次，每次开车从淡水、关渡再往山，都是一个么字形往上，再到那边，我是算飙车型的人，40分钟。是我当时就想，如果开通了20分钟内就到了，我多么期盼！因此，我当系主任的时候，这是20多年前，我想。这件事情当然后来刚有讲到，可能赖清德有临门一脚哈，在2019年2月开始施工嘛，世界两他有追加预算，但我必须说这功劳是层层叠加的。在20多年前，当周习伟当这个新北市长的时候啊，我当时我开过在新北市开过一次会，我就在会中就大家有谈到这件事，就是要做，只是不管是环评或预算问题，让这个延宕多时。这个东西还有这个顺便讲到这个淡江还有一个东西叫淡江轻轨、淡水轻轨。也是环评弄了10几年，当时我就有一种 teasing， 就是嘲笑这个台湾的建设，说我们看到2014大陆开始提速哦，从土地烂泥这样子一下子速度从100、200、300、400这样建速，他们的提速是这么的快速，他们的铁路从这个4纵4横到8纵8这么的快，而台湾每一次的环评讨论，我觉得就是一个很狭隘的这种民族意识的这种斗争，动成一直拖延。当然这一次又一次，我们讲这个轻轨也好。这种淡江大桥终于要盖了，而当然是2019年才盖，也盖了6年之久，终于盖好了。当然这一次呢，我必须说明，其实这里面层层叠加，从提出议案的在80年底到2010年啊，真的核定报告通过了，在马英九的时候，是规划核定报通过之后，当然你还有其他的因素要考量之后，当然也就是刚才我们这个公讲到这个，在可能赖清德当行政院长，就是他。蔡英文第一任的时候，他有这个追加预案，也这个能让他可行，在2019年开始实施。当然，我必须说是这个东西是他在那个时候，因为他有这个位置，然后那个东西已经箭在弦梢，他必须去追加，然后就做了这个动作。好了，那这就是淡江大桥哈。那我现在讲另外一个，就是这个所谓的公信工程的主导这个主任，我觉得不管他蓝绿啦，我觉得他今天有在工程有 involve 在这里面，他看到这个桥要盖好了。他跟我一样，知道看到的桥要盖是非常兴奋的。是，有时候对事不对人啊，也不一定就是为了赖清德，当然他必须去做这样的动作。可是我觉得现在我要强调一个，就是台湾现在有一个非常狭隘的民族意识的分歧，就是我们现在看绿营的，尤其青鸟这些小朋友们，他基本上没有一定的道德基础，没有一定的事件的合理的一个思维，就是什么东西就是评级对方就对了，所以这个只要去帮他去，他就讲成他要去害他。所以我觉得台湾一定要往正向思考。